福生无量天尊，道有慈悲，贫道贤真。今天我们要继续深入探讨《道德经》的第55章，还劳请诸位道友多多点赞和分享，一念随喜，功德无量。在今天这个节奏飞快、追求效率与目标最大化的社会里，人们仿佛习惯了将强大等同于控制，将成熟等同于复杂，将成长等同于拥有更多。这种观念虽然在短期内可能带来一时的优势，却往往也埋下了深层的疲惫和内耗。第55章的开篇却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生命图景，它以极简而深邃的笔触，描绘出一种本真的未被世俗污染的存在状态，并由此展开对德的再度诠释。含德之后比喻赤子这一句的意思是说，一个人如果内含深厚之德，其状态就如同一个新生的婴儿。这里的比喻不仅仅是外在的柔弱无害，更是内在生命状态的真实显现。德不是一套外在标准的道德规范，而是一种生命自内向外散发的安定与和平。当一个人能够回归这种自然状态，就能与万物和谐共处。毒虫不噬，猛兽不惧，绝鸟不搏。赤子的状态不仅是象征意义上的纯真，更是一种真实的生命力量与环境间的深度和谐。像是那些带毒的昆虫不会叮咬它，猛兽也不会扑咬它，猛禽甚至不会来搏击它。这并非赤子本身具有什么攻击性或防卫能力，而是因为其心无害意，身无争气，自然不会招致冲突。这几句文字虽然神秘，但若从深层心理学与现代社会行为分析的角度来看，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，当一个人完全不带攻击性的能量时，也就不会引发外在环境的反击。心理学家卡尔·荣格曾指出，人类潜意识中的投射常常会招致外部世界的回应。婴儿的状态是无投射的状态，也正因此与世界处于一种纯粹接纳与安然之中。这正是我们在日常工作与家庭关系中极为缺乏的一种状态。在工作中，人们往往习惯通过姿态、压迫、炫耀或策略来维护自己的利益，殊不知这种自我保护的本能，反而形成了一种紧绷而具攻击性的气场。久而久之，人与人之间的信任开始瓦解，协作变成了博弈，表达变成了试探。这种氛围虽然表面上维持了秩序，实则早已耗空了组织的生命力。而如果一个人能够如赤子一般进入一种不争的无欲的精神状态，便能在无形中解除这种张力，令环境回归自然。骨若筋柔而握固，谓之牝母之和而最作，精之至也。这句话是从生理层面描写赤子的状态，骨骼尚未坚硬，筋脉仍然柔软，但他的手却握得非常有力。他尚不知道性别之事，但生命精气却旺盛到足以最作。这其实正是在描绘精的根本所在。生命的本源状态并非来源于欲望的驱动，而是出自一种最本初的和谐与盈满。这种精之志不是后来人为补养的结果，而是源于内在没有被扰乱、没有被剥离的完整状态。在现代社会，自我修养常被误解为技巧的积累、知识的提升，甚至是控制力的增强。而这一章提示我们，真正的修养恰恰是一种返本还原的过程，不是向外增加什么，而是向内清除多余的杂质，回归生命原初的圆满。从家庭关系的角度来看，我们也常常陷入教育、引导规范之中。尤其在对子女的成长过程中，许多家长会将自己的恐惧包装成关爱，将控制误作引导，结果往往适得其反。
而赤子的状态告诉我们，真正有力量的生命不是靠管教得来的，而是在于让它自由发展，而不干扰其自然秩序。一个父母若能自己保持心神安定，不急不躁，不把焦虑投射到孩子身上，其孩子往往也会展现出令人惊叹的生命力与创造力。终日好而不煞，何之至也？赤子整日哭泣却不会嘶哑，这是因为他没有情绪的阻滞，声音的流动完全顺畅。这不只是对生理状态的赞美，更是在说明内在和谐的力量。我们成年人在情绪管理上常常出现的问题，其实并不在于情绪本身，而在于情绪背后的内在断裂与压抑。在工作情境中，这种压抑常表现为表面的冷静与内在的焦灼，长期如此会导致决策失误、人际紧张，甚至身心疾病。而如果一个人能够保持内在的和，就会拥有持久的表达力与沟通力，哪怕面临高压也不会崩溃。这是一种和之治的表现，是高阶的内在稳定。知和曰常，知常曰明。知道什么是和，才会触及常。这句转折极其关键。我们日常所说的平常心或者规律，往往只是表层的秩序，而道家所谓的常，是宇宙深层的律动，是不因人之意志而改变的自然法则。一个人只有真正理解了这种恒常，才能称得上明。这里的明，不是眼见的聪慧，而是洞察事物本源，不迷于表象的智慧。这句尤其值得在自我修养维度上深思。太多人追求快速成功与及时回报，导致情绪剧烈波动，方向不断改变，结果往往是内在越来越分裂。真正的修养不是灵感的偶然闪现，而是日复一日的守住常，守住那个生命最深处的规律。一生曰祥，心使气曰强。在这两句中，老子提出了判断生与强的两个尺度。一个人如果是顺着生命本源在发展，就是祥；而如果是用心意去驱使气力，那只是强。前者是顺势而为，后者是强行支配。从身体层面来看，一个人若不顾生命节律而暴饮暴食、过劳透支，即使一时强壮，终将伤损元气。从心理层面来看，一个人若靠意志去压制情绪、指挥一切，可能会表现出强大与控制力，但久而久之也将引发内耗与焦虑。这几句话在家庭关系中也颇具指导意义。我们常常看到那些表面上很有控制力的家长，他们能安排孩子的一切生活，但孩子的内在却逐渐枯竭，失去自主与活力。真正的养育不是控制，而是让孩子的生命之气自由生长，那种从内而外的祥，才是真正的福祉。物壮则老，谓之不道，不道早已。这一句是全章的总结，也是对前述种种反思的警钟。凡事若发展的过度，膨胀的过快，看似强盛，其实已经走向衰老。这就是物壮则老的本质。道家的思维从不以短期成败论英雄，而是从整体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存在。凡违背了自然之道的强，都是早已的开始。无论是在职场中以权谋胜，在家庭中以力压人，或是在修养中靠刻意修饰自己，都可能陷入不道的状态。一个人若不愿停下来关照自身，早晚会因内在的破裂而走向崩塌。而当我们重新理解得是含而不露，稳而不争时，或许也就走上了与道一致的生命轨道。第55章以赤子为喻，启发我们回到生命的本源去思考强大与智慧的真正含义，不是以强制征服，而是以内在和谐成就完整；不是用意志征服自然，而是用宁静回归常道。在这个被绩效、竞争和工具理性裹挟的时代，这种提醒尤其珍贵。
而接下来的第56章将更进一步揭示一种极端的修行状态，那是一种不言不争、不露不显的境界。我们是否已经准备好去面对那种彻底的知而不言、言而不传的深度修养？我们又能否在社会的喧嚣与人际的张力中找到真正的无名天地之始？欢迎在评论区分享你的感悟。道德经的智慧应该被更多人看见。关注频道，我们下期再见。